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个夏威夷目前的野火已经造成了近100死，可是拜登还爽爽度假，就被舆论给骂翻了。他现在赶快就紧急灭火啊，就灭什么他政治上的火。他说啊，我跟妻子将会尽快去夏威夷啊，我也一直跟州长谈这件事情哦，但是我是因为不要妨害救灾啊，所以我就没有去哦。人家就觉得说你根本就是在找借口啊，你在美国难道不能够关注这件事情吗？难道还放着假，然后让大家看到你这个度假的这一幕哦？所以让大家真的是觉得真的是冷血哦。那我们来看看拜登哦。终于是公开讨论了这个夏威夷野火的灾难，但似乎忘记了茂宜岛。这个8月15号拜登演讲的时候啊，他就直接就忘记就茂宜岛名字还有点讲不出来，就是你一直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个，还会这样子搔着头这样子来讲哦，让人家觉得说，可见你从头到尾就没有关心嘛。那所以你看看哦，他现在向茂宜岛野火受害者提供这个$700的付款遭受到猛烈的攻击，大家就讲说这是在侮辱人吗？这种侮辱性的这种$700的急难救援哦，这样的一个提议被人家讲说你是对幸存者的侮辱，这是一个财经评论员讲说，每个家庭大概估计$700哦，那这个总额大概是$190万，实在是太侮辱人了。那我们看看这个有演员这样讲说，美国的纳税人向乌克兰捐了$1150亿，美国向茂宜岛的火灾受灾者捐赠了$190万，所以拜登你有多讨厌美国人呐？这已经让舆论哗然哦，所以也让很多的美国媒体也好，民众也好，恐怕这一波真的会重创到拜登的这个民调，也会对他选情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那再来，我们大家也在质疑啊，就说明明就是在夏威夷，不是这个也有美军这个太平洋基地在这个地方嘛？那这珍珠港基地的粉砖，我们也去看啊。这个8月16号更新慢跑比赛的照片哦，8月15号还在什么基地颁奖啊，然后5天来发文只有1篇提到了这个茂宜岛的火灾，但是也只是转贴说哦，遇到野火该怎么办呢？就是说哦，如何寻找家人重新联系啊，或是如何帮助受到野火影响的人。人家想说，他们的军舰是可以到南海去挑衅大陆，可是却也可以到阿拉斯加这个盯梢大陆哦，就是全部这个军人都是在盯着大陆，但是却没有办法在夏威夷救人嘛，哪怕这么近的一个距离哦，所以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到底是军人没有办法帮忙，还是在等拜登的指令呢？到底环节是哪边出了错，让大家觉得很疑惑。那现在拜登到底在忙什么？度完假之后，又开始啊，镜头又转回这个，又是针对着中国大陆。他可能在乎中国大陆比较多，所以他美日韩的领袖峰会，8月18号即将要登场了。所以现在包含了岸田文雄跟尹锡悦也都前往了大卫营哦，大家要来讨论跨越印太以及其他地区的3边关系。布林肯说，这个峰会非常有历史的意义呀。那茂宜岛跟这个大卫营哦，大概距离7000多公里哦，所以难道你是要等到这个峰会结束之后再去茂宜岛吗？你之前在讲说哦，我们也会尽快去，尽快是多快？这个峰会之后再去嘛，所以真的是不懂轻重缓急哦。那再来我们看看这个大卫营也被人家批评哦，多方的消息讲说这可能也是一个象征性的意义为主哦，所以路透社讲说很多美国官员讲这个3方的安全框架哦，还是要求太多，看起来也不会签署什么联防的协议哦，感觉上面就是一个象征意义，所以哪怕只是象征意义，他都还是认为峰会的重要性大于夏威夷，大于茂宜岛。那另外我们来看一下，昨天哦，这个是2战的终战78周年，日本的天皇啊首相也谈到了这些和平跟反省哦。就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人家讲说，美国竟然解密了2战的文件哦，讲到了说这个东条英机的骨灰撒入太平洋，人家讲说是不是要防止日本极端民族主义的复兴哦？因为我撒到了太平洋去，让你们可能是不是就没有的参拜，避免他们的日本极端民族主义复兴的可能。人家在讲说，这感觉好像日本也被美国给擒了哦，这敏感时机解密这样子日本战争犯的一个下场，美国到底在释放什么样的一个消息呢？那另外我们看看这个习近平琉球牌现在发挥了一个关键的作用，因为这个我们讲到玉成丹尼哦，不断的在释放出来，冲绳并不希望有战争，也不希望台湾有事，冲绳有事哦，所以他就说他9月份的时候要去到联合国的人权理事会来呼吁国际社会支持冲绳民众的主张，减轻当地哦因为驻日
美军基地遭受到的一些重担呢？因为美军的基地在这边哦，一直出现一些安全的事故、噪音、犯罪、污染，真的已经让冲绳的居民受不了了。他们长期在抗议哦，像日本的这个冲绳国际大学现在也集会要求美军要关闭基地，大家都不希望战争影响到他们的生活啊。那当然，冲绳也不希望这样子哦。可是如果日本政府他们一直盲目追随的美国，他恐怕只会沦为第一批的受害者嘛。这是法国的《世界报》认为说，恐怕日本也只是一个棋子而已啊。我们来问一下杨老师，拜登哦，真的是这一次够冷血了。死亡100人以上哎，而且每天增加数字，而且是这么快的一个时间，这么急的一个灾难，这么美丽风光的地方发生这个事件，这不让所有的执政者，尤其是主其事者，像拜登，应该是要觉得哇非常警惕，而且要全面去这个救灾关心嘛。人命关天呐！你说远，你说不要影响到当地，你不要因为你去造成了什么问题，这可以理解。但你要把你的关心表现出来。他还去度假，他还去准备这些活动。3个原因，我认为第一个大概还是要理解。美国的联邦制跟一般的国家真的不太一样，比较地方的事务，真的中央的这一些部会首长呢，觉得跟他的责任比较无关，他不会第一时间冲得最前面。美国那个时候在南方发生那个 Katrina 台风的时候呢，其实小布希总统那个时候也是到后来才全力去救灾。这个是一个制度的问题，但是呢，这不能阻止说你就是说去关心吧，结果你还跑去度假。第二个，那边是民主党的稳固的区域啦，那边的选举的票跑不掉啦，是，对不对？他有这个心态。第三个关键来了，那边没有什么金主啊，真正的金主是在几个大州，票数也不多，对不对？我觉得这才是真正他面对美国自己内部的这样子的这种灾难事件。他为什么表现出这么的无情，这么的有距离？而到最后也只不过说说话。另外，同一个时间，昨天，另外一个国家的元首，韩国的尹锡悦，他马上不是要去大卫营吗？所谓的历史的会议。但是尹锡悦昨天在韩国的光复节，讲了什么话？我们台湾光复节记不记得几月几号？10月25号。韩国在8月15号。是1945年从日本35年的殖民当中解放。每一年这个时候，韩国的总统都会讲话，当然就是要求日本面对历史。昨天尹锡悦居然讲什么？尹锡悦说，日本是我们韩国安全保障的伙伴。美日的关系要强化。你在韩国光复节讲这个话，外面的示威抗议啊，整个媒体啊，哇，闹翻了。对。然后呢，他要去大卫营和日本和美国，其实不管它是这个是虚还是实这个一定会往前推一大步，形成某种层面的东北亚的合作联盟。美国跟日本其实是见猎欣喜，重点是尹锡悦去年在他还没有当选的时候，他的文章就甚至要欢迎日本的自卫队驻扎在韩国，然后呢共同来保卫面对北韩跟东北亚的这个威胁。所以尹锡悦昨天也是一个完全失格的总统，而且完全不顾日本的韩国的国家尊严。但他顾了日本的，他顾了日本的。那昨天同一时间日本的政治人物也去了靖国神社参拜。那多么讽刺啊！对，好，我们来问一下赖老师。拜登再怎么样是国家元首不管美国的权责怎么划分，国家元首对于国家里面有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地方发生这么严重的灾情，本来就应该要关心，本来就应该要关注。而且美国的总统拥有很大的权力，拥有很庞大的资源，还有整个三军部队都是听他指挥调遣，什么事都不做，他的躺平，晒太阳，开心，一天过去了，灾情越来越严重，2天过去了，烧了3天3夜，隔很近的军队，在那个地方歌舞升平，
啊，每个军人继续过他的日子。6万大军啊，有第13空军队啊，而且空军有自己的消防，海军有自己的消防，因为他们都担心机场发生火灾，担心船发生火灾烧起来，所以都有自己的消防系统。有陆军，有一个整整的一个师，有海军陆战队，有这么庞大的军队都驻守在那个地方。然后对于这个岛一直在烧，一直在烧，就近在咫尺。然后没有看到他们大规模的过去协助撤侨。美军也没有同岛一命，没有，就是那是他们家的事，去烧吧。然后他们就继续过他的日子。坦白说，我们看到这么冷血的军人，看到这么冷血的联邦政府，内心里面虽然我们对美国政府这段所作所为很不以为然，可是美国的人民还是人民啊。他们的命还是命啊，那怎么可以这样的一种无情的，然后无故他们就一个岛就烧了3天3夜，80%烧光了，现在破了100人了，然后有1000多人还在失踪，那目前失踪的人基本上都凶多吉少，这个是我们看到大陆的一个洪水，特大洪水，上下的人全部都关心，都投入，有一个上校因公殉职，有消防队员因公殉职，有市长，有这些政府官员因公殉职，都冲到第一线去。而美国的官员继续过他的这些高薪水的日子，喝他的红酒。我觉得坦白说，真是情何以堪呐！啊，这个民主不应该是这样玩的，对，民主也不应该是这样。好，另外刚刚谈到大卫营的问题，我觉得有几个问题是值得我们去重视。第一个，尹锡悦。他的父亲刚刚过世，那这段时间要办追悼会，而尹锡悦却为了要去参加这个会议，那不去送他的父亲最后一程。我觉得在我们儒家文化影响下，的韩国的一个国家元首不应该做这样的一个表率。这个表率会让大家觉得，原来一个国家元首对自己的父亲如此的冷血。那他的媳妇至少也应该要代表他的先生去送他的公公吧，但是看起来他的媳妇对大卫营的兴趣是蛮高的啊。那所以尹锡悦到底是为了他的太太一定要去大卫营，还是为了什么呢？因为这一次的开会，我们注意到了，岸田文雄本来是希望透过这个会议，要韩国跟美国帮他背书，因为他要打算把核污水在月底的时候要排放出来。可是韩国由于之前的尹锡悦是支持的，但是韩国的人民反对的太强烈了，他的民调支持度跌得太低了，现在他不敢了。结果现在由布林肯出来说，哎呀，这个日本的核污水排放是没有问题的，没有问题。那我就强烈的建议你美国布林肯，你派你的这些油轮去把这些核污水全部倒进你们美国的水库跟湖泊里面。既然你说没有问题嘛，我也强烈建议你日本就把这一些核污水倒进你们的湖泊、你们的水库里面去灌溉、去饮用嘛。既然你们都说没问题，为何要倒入我们的大海？但是由于怕，所以不敢由于怕韩国反对太强烈，可是尹锡悦是支持哦。尹锡悦他知道，他如果再背书的话，他的人民可能要造反了。在这个时候，你看情况就转变了。不过我觉得这个美日韩把敌人针对中国大陆，那他们的演习假想敌就是大陆。假想敌一旦是大陆，韩国整个国家的安全就做转变。好，将军，这个救灾是不是那种指挥权责的问题，也不是联邦政府跟地方政府的问题，而是人道的问题。我参加过很多次的救灾，从这个921地震啊，或者是华航空难啊，我都参与过。我只能讲美国连我们的慈济都不如。你看每次台湾发生灾难，不只是台湾啊，在国外如果有重大灾难的话，对不对？慈济都跑第一个，那速度之快啊，是你想象不到。因为这是人道的问题嘛，你救人如救那个，就是你多争取1分钟时间，你就可以多救一条命。我再讲一个例子，我们不要讲我们自己国内我们自己救灾，我们讲东加火山爆发的时候，这个
大陆他们解放军立刻就是2架运20的飞机到东江，1天就到了。所以，那你今天你美军在那边做什么？对不对？你还等你总统命令吗？就你总统在度假，这真的是老人痴呆症的，整个国家政策已经完全的失灵。那之所以说大卫营这根本我觉得说3个国家领袖在那边作秀了。我跟你讲，东北亚不可能团结成一起，因为他们军事上面指挥体系就有问题嘛。你知道美军在日本是谁在指挥？你知道吗？是美军指挥，因为他是战败国，美军住在那边，你所有的日军的自卫队是由我美军来指挥。但是韩国不是哦，美军虽然住在那里，韩国来讲，他指挥权不给美军的，他指挥权是韩国自己指挥。美军一直想要获得韩国的指挥权，因为你一定军事上面一定要统一一个事权统一，你才能够指挥一起作战。但韩国来讲，他的军队，他认为说，我还是要护卫我自己韩国本土安全为第一优先的任务，我的军队不能听你美军指挥啊。所以刚刚我们讲那个艾斯培那本书上面也特别有叙述这一段，就是说你美军在韩国那边其实有跟他们之间有很多彼此之间有很多的这个误解。或者是冲突，或者是争执，所以你说这3个国家的领袖坐在一起，只是度个假、做个样子，那是不是真的可以团结一心？我觉得这东西是不太可能的事情。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好，美国现在把中国大陆视为眼中钉，但是呢，很多方面想要这个使绊子来办中国大陆，好像都使不成哦。所以现在干脆用一种怎么样唱衰法，唱衰就胜利了，把你唱衰，然后我就赢了嘛。现在好像有一种大内宣、大外宣的感觉哦。你看看白宫的前官员讲说，哎呀，习近平哦也不是不死之身啦。那所以呢，这个美中关系哦也是指望新生代的领导人，现在已经开始在期待很遥远以后的事情了。那是代表说，那个眼前只要习近平在任，你们都没办法了，你们对于中国大陆都没辙了。那是不是反过来看是这个样子？然后还有这样的美国之音要讲说，哎呀，你中国大陆说什么大国外交啦，结果习近平到今年为止才出访2天哦，哇，创了新低。这我真的不知道美国在想什么你没有看到世界各国都赶快要去中国大陆吗？他还需要出国那么多吗？是大家很着急，因为中国大陆的市场的复苏，所以大家很着急，想要赶快来中国大陆。所以我觉得美国真的是为了唱衰而唱衰，然后反倒是自己逻辑都不通。再来，我们看一下李尚福跟这个白俄罗斯，然后有进行这个第11届莫斯科的国际安全会议。他们说，接下来中俄的军事合作不是针对第3国。绍伊古提到了，他说现在这个中俄在美的敌对行动下面，已经不只是盟友的关系了，而且已经超越了战略关系的水平。伊朗也讲说，现在中俄处在合作对抗单极世界的同一阵线上面。其实也不光是中俄啦，因为很多世界各国已经越来越讨厌这个由美国好像当世界警察这样单极世界的一个全世界是这种的态势哦。那我们来看中国大陆42家企业也在这个军队2023论坛当中这个携带的产品亮相，展现出来他们现在目前的一些飞机啊、装甲车啊、舰艇、无人机的一些新的科技那参与的企业数量是排名第1。另外，金正恩跟普京也互致信函，就说，接下来俄罗斯跟算是北韩朝鲜接下来也会加强2国之间的关系包含了双边的合作，以及他们说要共同来粉碎这个帝国主义跟霸权主义所以可以看出来，这个美国现在好像真的是得罪了中俄朝加上伊朗他们已经成功的把他们过去所谓的邪恶轴心全部都巩固在一起啦。还不光是如此，金砖国家什么南方国家现在大家都对于美国的反感与日俱增那再来我们看一下，现在李尚福还跟莫斯科讨论到了月球基地接下来可能俄罗斯跟中国也会有一些在月球方面的合作计划。那随着这个美国、俄罗斯、中国、印度，现在他们都已经在月球的资源上面开始有一些相关的竞赛了。那会引发冲突吗？看起来好像真正的这个冲突点会是在美国跟中国之间。这个俄罗斯跟印度现在这个实力上面还难以跟这个中国、美国来校正所以接下来
月球恐怕是中美之间的一大竞赛。那中国的军力也是越来越厉害了嘛。我们看到这个东风27哦，狂飙数千公里哦，在8月5号的时候进行了一次长程的发射，从大陆的西部狂飙了数千公里之后到达南海，而且精准的命中了高速移动的这个靶船哦，所以展现出来它的军事实力哦。它是以这个10到15马赫的速度高速突防，那它也被称为是夏威夷快车哦，也就是说夏威夷的美军基地哦，它的射程是足够远的，都在它的射程范围之内。而且大陆还找出来说，美军的这个核潜艇的一个方法哦，他们来搜索尾机轰炮电磁讯号，就可以追踪得到它这个位置在哪边，还有航行的这个轨迹是在哪里哦。所以代表说他们的追踪速度啊，跟追踪的科技是又更进一步。还有歼20啊，现在人家讲说感觉像在下水饺一样啊，已经有超过200架的歼20哦，那还有大概这个旅哦的数量已经有超过11个，所以中美之间的空军的竞争哦，现在中国大陆已经做到了亚洲第一，也让这个美国现在可能更加的忌惮了。那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赖老师。我们先看一下美国的这奥巴马时代的这位中国事务部的主任啊，我个人觉得，我现在可以完全的理解为什么美国在处理中国大陆问题的时候，处理亚洲问题会这么的失败啊，而且会错误的这么的离谱。主要就是他们这些重要的智囊、重要的顾问，还有重要的负责人，他们的对中国大陆的了解真的是太弱了啊。而且他们的弱让我们觉得很难理解的这样的一个地步，因为美国毕竟再怎么样是一个资源如此庞大啊，然后能量如此多的一个国家，结果他们竟然会犯这么大的错误，为什么？他们对大陆的政治体制的了解太薄弱了。大陆他们基本上的一个重大的一个政策跟一个国家的发展方向是一个长期性的，不是短期的。所以你会注意到，在1949年中国大陆建政之后啊，他们的第一代的领导人就是以毛泽东的思想为中心，但其实毛泽东的思想不会只是毛泽东一个人，他们是那个时代的他们的领导人，那么共同讨论出来，但是以毛泽东作为领导啊所发展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毛泽东时代的思想。那这个时间一直从1949一直走到1979年，邓小平上来了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然后发展出邓小平的思想，然后这个邓小平的思想就这样子一直带着整个国家往前走，就是我们所谓的改革开放、韬光养晦的这个时代。那习近平上来了以后，就是以习近平为核心，习近平的新时代的社会主义具有中国特色或者中国式现代化的这个方向往前走，这一走也会走30-40年，就一直往下走。那当然，在经过30-40年以后，整个国际国内环境产生很大的变化，会有再更新一代的领导人上来，然后其实他们都是集体的思想在往前走。所以我觉得，即使习近平卸任了，但是中国大陆的整个发展的方向是不会改变的。美国要遏制中国的这种手段跟发展，中国也一定会用各种办法来去反制。而当美国的这些遏制越来越失败，例如说黄循财的预测，就认为说你打压中国的高科技的发展，你打压不了的，你可以延缓它一下的速度，但是你永远打压不了。这其实在实践中已经证明了，高铁、火箭、登月，你能想象的中国大陆都做出来，而那些科技都是 G7 所有的欧美国家打压的。中国全部都突破了，各位想想，突破以后，难道不就是把市场就取下来了吗？对，现在高铁市场没有日本、德国、法国的份，不是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吗？越打压，就你的市场越丢掉。那你既然打压不了未来的市场、未来的世界，难道不就是中国人的世界吗？好，来请教杨老师。你看了最近日本的防卫白皮书说中国是日本的最大战略挑战，你看到美日韩马上的大卫营，这是前所未有的，以及在南海的仁爱礁背后美国的这个背景跟它的影响，当然都很清楚。但我觉得北京在这段时间呢，其实是比较就是说有区别的，在
底气上，当然他面对仁爱礁的时候，面对一些问题的时候，中俄的这个联合的军演跟巡逻，甚至都到阿拉斯加展现出来他军事跟战略上的这个底线跟他的能力。但是另外一方面，他是也展现跟俄罗斯的这个联合，像这次第11届的莫斯科安全会议，所以他的左手联俄，他的右手其实是在促进民间的交往跟投资的开放。那甚至王毅也都提议，那中日韩的年底的高峰会，或者至少是外长会议，其实现在也都在进程当中。所以他并没有说是你美日韩这样搞，我就给你对上像就是说我们以前看到的一些这个情况。那尤其是在平壤的那个韩战停战70周年的时候，他派去前往的跟俄罗斯派的绍伊古是国防部长不一样的，那个李鸿忠嘛，对不对？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你就看到他其实是比较有步骤，然后呢有战略，不是一面的跟你强硬的对干。那我觉得这个其实反而展现出他比较深刻的战略的深度。那另外一方面呢，在这个东风27这个是最新的一个新闻，就这2天，他说在8月5号的时候，从中国大陆西部的飞弹基地发射东风27。那事实上，在今年年初的时候，这个相关的讯息在国际上都已经传出来，但在8月5号测试打到南海一个快速移动的船舶的这个目标上命中，那这个射程至少有6000公里，那现在推它至少应该6000到8000，如果而且它是极音速，也就是它可能是8马赫到12甚至15马赫的，所以这个等于对整个区域的吓阻呢就展现出来。这就解释我为什么刚才说北京在这段时间其实有一点稳坐泰山。你不断挑衅我，砰，我就给你一个最让你担心害怕的东风27，告诉你一切的步骤都是枉然的。但是他也开放他的民间跟他的这个投资。好，来问一下将军。我觉得李尚福这次去俄罗斯访问代表很不寻常的意义。因为他是这4个月里面，他4月份才去过嘛，现在又去第2次。上次去见了普京，还有他们绍伊古国防部长，那才隔4个月他又去第2次，这代表的意义可能背后有什么样的一个双方有什么样的沟通，我们很难去预测。如果说只是开发业区表面，他到俄罗斯就好了嘛，他为什么还要到白俄去？尤其他到白俄的边界，那我们从几件事情我们来推敲一下。美军原来在俄乌战争一开始的时候，把他最精锐的1中1空降师部署在波兰，他现在从波兰撤回德国去了。也就是说，美国他不愿意他最精锐的这个步兵师在波兰里面一开始就卷入这场战争。第二个，波兰自己增加这个地方的兵力，边界上的兵力。第三个，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前2年的前2个月的消息，这个俄罗斯把他的这个战术型的核导弹已经放到白俄罗斯了。在这种状况之下，如果说李尚福这时候到他的边界去看白俄罗斯的军队来讲的话，我在想，会不会是俄乌战争有扩大的一种可能性？也就是说，这个白俄跟俄罗斯2个联合起来，在这边展开新的攻势，或怎么样？美国他们有这消息，所以先把他1中1空降师撤回到德国去。其实这是有后续我们有关于可以去观察。我想说，应该不会只是看看月球表面这么科技化的一个说法。那之所以中国发展出找出美军核潜舰的这个技术我觉得最大的苦主是澳洲。因为澳洲花了台币将近7.6兆，做了奥克斯的5到7艘的核潜舰。这个维吉尼亚级原来号称在水里面走的时候，只是它的静音、它的效果是任何一个反潜装置都抓不到的。那现在中国发展出来这种设施，你现在做了花了那么多钱，做了5到7艘的奥克斯核潜舰，那是白做了。所以我觉得最大的苦主是澳洲，对不对？花那么多钱做了那么多军舰，那到最后如果说是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来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翟轩好，大家好。国际事务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退役少将厉正杰。财轩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我们来看这个现在绿营猛打这个高虹安哦，所以看起来这个蓝白通通都站起来啦，意外的造成了蓝白合哦，所以他们很多蓝营的人啊跳出来支持高虹安，要捍卫自己的这个清白哦，拿出证据来捍卫。那你看看高虹安的感谢名单也被大家发现说，哎呦，这个名单过半是蓝营的人哦。他说这个千字文强调绝对没有将这个零用金哦挪为私用，然后也感谢柯文哲、郭台铭啊。那我看看包含了朱立伦、黄珊珊、罗志强、徐巧芯、侯友宜、馆长赵少康前辈好朋友们的发声哦，所以看到真的是蛮多蓝营的人这样站出来挺高虹安哦，所以现在蓝白的确关系非常的微妙嘛，因为蓝不想得罪白，白不想得罪蓝哦，因为蓝白可能必须要合作才能够打赢现在这一场选战呢。那当然也有人问到说，这个蓝白也很担心说未来会弃保，就像林耕仁事件一样，所以人家就去问林耕仁啦。林耕仁那时候跟高虹安在竞选新竹市长的时候啊，也有讲到这个领助理费的事情，就说那你现在看法是什么呢？他就回答，他就说司法调查勿枉勿纵哦，是非曲直哦，自有公断呐，他是这样子在做回应。那我们看现在民进党的打法，之前一波卫药案的时候是猛攻侯友宜哦，把侯友宜的民调一路打到了20%以下。那后来发现不行啊，像我们有些来宾都在讲说，哎呦，发现这样子快要把侯友宜给打死了，所以他们现在就转攻柯文哲，转攻一波之后，的确最近的民调看起来柯文哲的民调都有下滑的趋势哦，所以现在民进党就开始左右开攻啊，左边打柯文哲，右边打侯友宜哦，两边都打，平均打，就像打地鼠出来，这边起来就打下去。现在两边都平均了，所以两边这样平均的打，就讲说，哎呦，蓝白护航高虹安哦，这个柯文哲、侯友宜跟黑金贪腐零距离，所以他们现在一口气把蓝白全部都骂进来，就说蓝绿两党到处都是地方牛鬼蛇神为伍，永远只会骂别人，从不反省自己。那民进党呢？民进党有反省自己吗？你有吗？你有反省自己吗？你怎么好像讲的一副别人才是执政党，你是在野党哦？所以最该反省的就是你民进党啊。那再来我们看一下口译哥哦，在这个时间点又要跳出来，为什么呢？因为啊，现在就是为着选情嘛，然后要跟这个美国的关系搞好嘛。那他讲说啊，蓝白拒绝彭博的专访啊，他说彭博其实是要访3党的总统参选人哦，只有赖清德接受。那就意思就是说，侯友宜好像暗指侯友宜什么英文不好啊，然后暗指柯文哲可能怎么国际关系不好，反正就是暗藏了这样的一个意思来说，你们都拒绝了，只有赖清德愿意接受这个彭博专访。我们现在台湾人士一听到彭博专访就要跪下了吗？好像一副那种那彭博就算不专访又怎样呢？很奇怪哦。那所以这个说法本身也有很大的问题，因为人家没有拒绝啊，你怎么可以替人家拒绝呢？他这样讲完之后，彭博还特别去问科办说：“这个取消了专访吗？”科办讲说：“没有啊，没有这件事情哦。”那所以彭博士还去关切是不是采访生变，而且侯办也是回答：“我们从来就没有躲避啊，也没有缺于面对国际媒体，你不要在那边影射什么东西哦，就是。”赖清德，你才是真正就被美国现在怀疑的，你不需要先跳出来反打别人哦。那所以我们看看这个台独金孙哦，虽然他现在不承认自己这个头衔啊，但是他在美国演得更凶了嘛，因为被彭博专访的时候问到台独，这下子这个这赖清德讲法就说没有所谓的独立路径哦，这个是什么讲法？他就说我们台湾是名为中华民国的主权国家，来回应这是独立的疑问哦。那你强调没有所谓的独立路径，会继续延续蔡总统中华民国括号台湾的用法，因此不打算更改国名。所以我们要谢谢你咯。谢谢你恩准，我们可以不用改国名，本来就没有人要改国名，你在那边讲什么东西啊？所以觉得他实在是有点莫名其妙哦。然后呢，这个你看彭博社问说，你跟习近平共进晚餐呢，要吃哪一道菜？因为他之前说要跟习近平吃晚餐嘛，然后彭博社只是一个技巧性的问法，说，你打算要跟习近平如果真的见面，你想要谈些什么嘛？他就很老实的在那边讲说，我还没想好哪一道台湾料理啊，谁在问你料
料理，所以他问你说你跟习近平打算要怎么样对话，然后他就讲说啊，谈吃什么食物还太早啊，两岸目前还有很多问题要克服才能够进行啊，所以啊，这就是赖清德所展现出来他的国际能见度。那另外我们来看一下。赖清德越来越不独了，独派还替他讲话哦，所以 PTT 上面那边讲说，要是赖清德宣布统一，搞不好这些独派也会说，啊，赖清德是大局为重啊，这个很务实啊，所以他们就开始在那边酸他哦。那你看独派怎么替他解套？他就说。他现在这个做法非常的务实，那难道以前不务实吗？难道以前的举着台湾独立万岁的时候是不务实吗？那再来，他们还讲说，当选之后再来摆脱一中宪法，再来修宪，也就是说，所有的台湾的观众朋友们，请听好。现在如果赖清德当选之后，独派的意思是他当选之后就要修宪，修宪之后就可能要台独了。所以大家有没有听到他们的弦外之音啊？所以难道现在赖清德是全面的是要骗选票吗？他现在就装一个人设，告诉你说他没有要改国名，一切都会维持原样，然后当选之后再宣布台湾独立嘛？所以是不是已经透露出来他们心里的想法了？那另外我们看一下，去到了巴拉圭这边哦，因为贺锦丽没有去嘛，结果现在民进党一直告诉我们大家什么？哎呀，赖清德跟内政部长相谈甚欢哦。那以前总是好像赖清德都一定要扒过去这个美国的一些官员旁边，比方说在这个洪都拉斯遇到贺锦丽，我们来看看那个画面。El pueblo hondureño se manifiesta。我们看到赖清德哦，余光瞄了贺锦丽好几眼哦，看呐看呐，哎，什么时候可以过去啊？看了又看，看了又看，然后后来啊，就蹭着蹭着啊，就蹭到了这个贺锦丽的旁边哦，就同框也很好，同框就代表台美关系坚若磐石，眼神有交流吗？不知道，只有赖清德一直看过去哦，所以他后来也有这样蹭过去跟贺锦丽哦互动聊了30秒，然后马上就到台湾大内宣说，哎呀，你看赖清德跟贺锦丽讲到话啦，可是你看连美国人自己对贺锦丽都已经有一点。这个我们专家都可以讲，美国人看到贺锦丽都怕，那只有我们闻起来比较香啊。那再来这个半导体供应链的优势啊，现在王美花还在讲台美的合作是胜利的方程式啊。可是你看看啊，这一位拉马斯瓦米为什么要特别讲他哦？我们先看他讲什么。他说惊人发言，我们只保台湾到2028，到半导体自主为止哦。美国保卫台湾就到这个2028年，一旦我们实现这个自主之后呢，我们就不要再管台湾了。他是这样子说哦，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是不是台湾对于美国来说，难道就是用完就丢吗？他之前是讲什么？要我们家家户户要拿枪哦，因为他是在跟这个枪支协会的一个大会上面啊，让台湾家家户户要有枪啊。所以我们对于美国来说，可能就只是个棋子而已吧。我们来问一下杨老师。我们先看一下彭博哈，他在就是他的报道当中，他出了这张照片。他说赖清德想要这个领导台湾，但是好问题来了，他能够维持和平吗？这是彭博一直在问的问题。对啊，所以他说，如果你想要跟习近平这个共进晚餐，你想要提供怎么样的这个台湾料理、台湾 menu 的意思，其实是你要用什么方式去诉求。对，结果赖清德真以为说要端哪一道菜了，不知道是他喜欢哪一道菜。东西君，我们看赖清德怎么讲哈，他讲了一个3段论。台湾已经是主权国家，后面括号名称叫中华民国在台湾。第二个是台湾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第三个，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所以他说就没有必要再宣布了，那也没有所谓的独立路径。我讲，其实他已经话讲得很清楚了。我们懂中文，我们懂台湾的宪法、中华民国宪法，我们懂两岸关系，都知道，他其实就是一步一步在切香肠的往独立。只不过是也许现在在选举，他说没有这个独立的路径，但是他并没有否认他自己是台独工作者。那我觉得其实台湾的政治人物一定要面对这个问题，因为这个真的可能就会造成两岸的冲突、危险、战争。那侯友宜到目前为止，赖清德不断的做球给侯友宜、给柯文哲，柯文哲其实是在刻意回避，因为他也否认9·2共识，
他想要提一个96共识，我听不太懂了。但是侯友宜这边，人家做球给你，你也可以去回，你也可以去批。你9月份不是也要去美国，还是说他因为9月份去美国，所以他就比较保留，还是说他认为的现在的选举只是在后做代级就可以大家投你，而台湾人对两岸的议题都已经不重视了？那赖清德为什么从头到尾就在讲统独问题？对不对？两岸的主权互不隶属，两岸的治权互不否认，这实际上是我们中华民国宪法体制的一个原则。那在92共识，92共识当然合乎中华民国宪法咯，你何必要去讲说维护合乎中华民国宪法的92共识呢？对不对？那难道你怕人家攻击你说你的宪法、你的92共识不合乎中华民国宪法吗？那就是他的解读嘛。所以我觉得这个台湾的政治人物一定要去面对这个和平、然后统一跟独立的问题。你至少你要合乎宪法，你讲出你的言论，不要让赖清德这边不断的把台湾推向独立，然后两岸真的可能会导向冲突跟战争。好，来问赖老师。赖清德也好，或者民进党也好，其实他们最担心的就是发生弃保效应，而弃保效应发生的几率最高的应该是在柯文哲身上。如果柯文哲的民调跟赖清德越来越接近，或是不相上下的时候，那这样的弃保很有可能就会发生在柯文哲上面了，柯文哲就会赢得这场选举。所以对于赖清德来说，或者对于民进党的策略来讲，无论如何要想方设法让这个弃保效应不会发生。对，那怎么样想方设法让它不会发生？就是让赖清德，一定要努力的让柯文哲跟侯友宜的民调不相上下。那这样的话，各自都会很坚定的支持他们的各自的候选人。那一旦弃保效应不会发生，民进党的胜选的几率就比较高一点，因为赖清德的天花板很明显的早就碰到了，而且一直上不去，就在3成左右。那一直上不去，只有可能往下走。如果柯文哲也好，侯友宜也好，也就是民众党或是国民党，他们的选战策略、选战有方法，而且选战得宜的话，每一次敲掉赖清德的支持度0.5%到1%，每一次只要敲一个，每一次敲一个，慢慢的把它从30、29、28、27这样往下拉。例如说，每半个月敲掉1个百分点，每一个月敲掉2个百分点。其实这个不是不能做到的，因为民进党的执政贪腐这一段时间以来，其实案例太多了，好好的去找太多的案例，像绿能就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贪腐的问题嘛，这个确实是应该要好好的来追究。还有就是民进党在执政期间，在海外，在巴拉圭的一些投资有没有发生问题？例如说东方园区等这些有没有发生一些问题？那这些东西都可以去追究嘛，可以去探索。其实有很多的这些腐败的情况都是可以探究的，可以去看看外交部的国合会当初干了些什么事。我觉得好多事情都可以去探索。那问题就在于太被动了，太消极了，不够积极，不够主动，所以没有办法一点一点的敲掉这个赖清德的支持度。所以我个人是认为侯友宜跟柯文哲可以再积极一点，再努力一点。那选举还未到最终了，赖清德说要一直稳定的领先，可能性并不大。为什么？因为还有一大块就是台独这一块。台独这一块，赖清德他们的阴谋、他们的策略、他们的阶段性的选法，其实一直被拆穿。例如说，选举期间闭口不谈他要独立，可是台独的支持者已经说我们早就有策略了。选举期间要欺骗台湾的民众，对，所以他绝对不会讲他要独立。但是选后呢，他就要法理台独了，要修改宪法。不管如何，他就会大拉拉的去直接讲台独，台湾要独立了。那这样的情形下，当然两岸之间爆发冲突的几率就一直升高了。那我们台湾的民众就要想清楚，未来两岸之间因为赖清德、因为台独而造成的战争，我想厉将军在这边，他更清楚知道战火造成的悲剧、不幸，这是多么的残酷的事情。好，
我们还有一个问题是，赖清德的逻辑是很不通的。我做了这么一个假设哈，观众朋友参考一下。赖清德是名为台独精孙的人类，可不可以？赖清德是名为台独精孙的人，有没有问题？如果大家觉得没有问题的话，那因为赖清德说台湾是名为中华民国的国家，那台湾是名词啊，那中华民国也是名词啊，那怎么名词又是名词呢？所以我才会说赖清德，你也可以说赖清德是名为台南的人类也可以啊，你随便你编啊，随便你创啊。为什么？因为狗屁不通嘛。更何况中华民国按照中华民国的宪法，不只包括台湾在内哦，也不只是台风金马哦。目前是有效的治权是台风金马，但中华民国是涵盖整个中国大陆在内的。所以我们的括号要写很多，就括号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就随便你编，东沙岛，然后那写很长一串。好，我们来问一下将军。赖清德等于台独，可以画上等号。台独等于战争，对不对？也可以画上等号。所以 A 等于 B，B 等于 C， 赖清德就等于战争。这东西这次的选举我们一定要弄清楚。那你看看赖清德，他多赤裸裸的撒谎，对不对？他现在他原来讲的要抗中保台，对不对？现在为了要选举，他开始改口，要跟习近平做朋友，要跟习近平吃晚餐。他不晓得吃什么，我帮他开了一个菜单，对不对？好，第一道叫做这个莱猪卤肉饭，第二道叫做热炒福岛海鲜，第三道叫三杯甜薯肉，第四道是民主凤梨苦瓜汤，我们自己吃。第五道是清蒸民主石斑鱼，然后饭后水果是民主世家，然后甜点是这个姜饼土房屋。习近平应该不会想吃，这是不是。然后这些料理听起来餐厅的位置可以选在这个吴贝的高铁上，一起在那个餐厅上面用餐。所以这是很明显的，就是骗票嘛，对不对？好，包括他们独派的分子也讲说，没关系，我们可以谅解你，你先把票骗到以后，其实讲说什么务实，讲的那么明白啊，就是哎呀，你先这样子之后再修宪，就是骗中间选票嘛，对，骗了中间选票，等当选以后再说。你记不记得以前陈水扁讲一句话？阿伯我的动算了，阿伯那边安诺，对不对？现在就是这种态度嘛，没关系，你先骗到以后当选以后要怎么样？我们那时候再来，希望第一任的时候你就修改宪法。所以我说，那赖清德这个台独不是别人帮他贴上，别人帮他贴上，你或许还可以拆得掉，是他自己贴上去的。这没有别人讲。你看彭博社对他的访问，其实我觉得有一个蹊跷这个主持人问他的时候，几乎所有的话题都围绕在说你怎么台独，对，你有没有台独的路径，你会不会台独，几乎都围绕着台独这2个字在那边问他问题。所以我觉得说，今天我们说依赖，不是只有我们台湾人对他依赖，是美国现在对他依赖。从这一次你过境美国的规格，就可以感觉到说，美国事实上对赖清德是不放心的。那美国对赖清德都不放心，都依赖的话，那你更何况大陆他们来讲的话，习近平他们对他来讲，一定更是怀疑你是100%会台独的分子。在这种状况之下，所以我说赖清德等于台独，台独等于战争。对，永远不要忘记这一幕哦。这个赖清德高举台湾独立万岁的这一幕，这才是他最中心的一个思想哦。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